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叶婷。2025年11月12号的深圳比利简金杯决赛灯火璀璨。就在同一周，广州正在举行15届全运会，网球赛场热度飙升，年轻选手杀出重围，港队创历史夺铜，国家队大换血，甚至连巴黎奥运金牌得主郑钦文都因伤退赛，引发外界讨论。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开幕式主席台上的那一幕，习近平与彭丽媛同框现身，全场镜头瞬间聚焦。但两人的镜头时间异常短，彭丽媛的镜头甚至只有象征性的几秒，被外媒形容为权力展示方式的改变。然而，在这层层灯光与掌声之下，全运会网球赛场仍有一个人被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想念——彭帅。因为这里曾是他的主场，他曾在全运会网球项目中摘金夺银，是中国女网的旗手，也是最早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步的明星。如今，这片他曾征服无数次的赛场，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。他不是没有出现过，这4年中，他被安排在官媒镜头里短暂露面，曾与国际奥委会视讯通话，陪同出席北京冬奥活动，接受经审查的采访，但那些画面都有相同的特征。他说话很轻，笑容不自然，身边永远有人陪着。今天我们不是在讲一位因退役而淡出体坛的运动员，我们要讲的是一位被沉默的网球冠军。他在体坛最亮的灯光下长大，却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被整个体制推入阴影。而与此同时，那位在他指控中被点名的前中共副总理张高丽，却能在2024、2025年的党政会议上依旧安然入座。这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彭帅事件如何从全球震荡中变成中国式沉默？而今年全运会网球场上那个空下的位置又象征着什么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被切割、被控制、被扭曲的真相。2021年11月2号晚10点多，中国网络正在例行的沉静。突然，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出现在彭帅的微博。文章开头非常平静，但句句带刀。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今天我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他指控他被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强迫发生性行为，并描述了2018年那场让他崩溃的经历。他写道：那天你强行和我发生了关系，我一直哭，你说别哭，别怕。他更揭露张高丽妻子康杰在整件事中的角色，他形容那是权力结构中最冰冷、最残酷的默契。这是第一次有中共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官被点名涉及性侵。那篇文章只活了约20多分钟，贴文消失，搜索彭帅不再有结果，他的微博被封。但世界记住了。彭帅回忆起被强迫发生关系后的感受，语气沉痛。我像个被丢弃的破布娃娃。他形容自己在遭遇性侵后的无助与孤独。这种无法承受的心灵创伤，随着时间流逝没有减轻，反而变得更加深刻。尽管深陷痛苦与自责，彭帅依旧没有放弃发声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：我恨你，但我更恨我自己。为什么我当时不反抗？为什么我后来还去？
这段话揭示了她内心的愤怒与痛苦，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女性面对巨大权力时的无奈与压迫感。然而，正是这股不屈的精神，促使她说出了就算我以卵击石，我也想说出来。这是她给自己的承诺，也是对真相的誓言，彰显出她无畏的勇气。长文发布后，彭帅进入了沉默期，但短短3周后，他开始被出现。注意，这些露面并不是正常的公开活动，而是极其明确的消除外界疑虑示范式露面。以下是完整时间线：2021年11月19号至20号，由新华社记者胡锡进的下属在微博放出北京餐厅影片，彭帅与几人吃火锅，并故意拍下日期，还故意拍摄他与服务员互动。影片看似轻松，但镜头语言僵硬，明显是展示性影片。2021年11月21号 ，IOC 与他视讯通话30分钟。随后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公布视讯截图，声称他很好，也很安全。但没有外界记者，没有录影公开，没有现场记者提问。WTA 女子网球协会立即反驳 ，IOC 不是自由媒体，这没有证明它自由。2022年2月，北京冬奥会期间，专访 Le Kipe 这起事件是最具争议的一次露面。条件包括访谈问题提前审议过的，记者只能由中方挑选，全程一名中国奥会工作人员在旁，访谈语音没有原声，他用中文回答，由中方翻译再交给媒体。彭帅在里面突然否认原先的指控，我从未说过有人性侵我。但 Le Pique 记者后来向外媒承认，他的语气不像自由受访者。2022至2025年，他仍在中国，但已不再真正属于公众。2022年之后，他完全淡出国际赛场，没有恢复训练，没有接受国际媒体访问，没有参加海外活动。2022至2024年，他唯一的近况来自以下来源：网络偶尔流出他在国内参加慈善活动的照片，均未经证实。2023年 ，WTA 宣布彭帅回到中国赛场，但承认仍无法与彭帅直接沟通。2024至2025年，无任何可确认的彭帅公开活动记录。他没有被消失，但他再也不是自由的网球明星，再也不能自由说出他的真相。在彭帅事件期间，西方媒体纷纷呼吁调查张高丽，但中共官方从未宣布对张高丽立案，也未对事件公开调查。2024年、2025年，他仍出现在部分党内文件 mention 的名单中，如出席老干部会议、中共20届四中全会相关场景中，仍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惩处的迹象，彭帅的指控被消失，张高丽的政治地位没有动摇。彭帅与张高丽之间不仅有着34年的年龄差距，还存在着极为悬殊的社会地位与权力背景。彭帅出生于1986年，正值中国体育新星崭露头角时，张高丽则出生于1952年，早已是中共政坛的重量级人物。彭帅与张高丽之间的博弈结局早已注定。张高丽这场博弈中几乎毫发无损，作为中共高层的老狐狸，他深知如何利用体制的力量来消除一切威胁。而彭帅的勇敢揭露，虽然让全球为之一振，却也在权力的压迫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尽管彭帅竭力发声，试图撕开隐藏在黑暗中的真相，但最终
他的声音还是被彻底掩埋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发声，仍无法逃脱被抹杀的命运。这也是很多外媒称之为权力与个人之间谁能被消失，谁不会被消失的最佳体现。WTA 女子网球协会在全球体育史上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，因为一名球员的安全，从2021年到2023年不再在中国办赛。这不是小事。WTA 赛事在中国的收入可能高达数亿美元。WTA 会长 Steve Simon 表示，我们不能要求球员在他的安全未能保障的国家比赛。这句话震动整个体育界。2024年 WTA 宣布回到中国，但声明中仍说，我们仍无法与彭帅直接沟通。换句话说，他还在，但不自由。2023至2025年间，国际媒体仍在追问他是否能自由说话，他是否被限制行动，他是否能自由出国，他是否被监控。纽约时报记者在2022至2024年多次尝试联系彭帅，都没有成功。时代杂志评论，他是一个活着的撤稿。Sports Illustrated 在2024年写道，4年后，彭帅仍然是一个问题。他在哪里？他自由吗？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娇女。1986年，湖南湘塘一条普通小巷，彭帅呱呱坠地。父亲银行职员，母亲小学教师，家境平凡得连中产都算不上。没人想到这个爱笑的小丫头日后会把名字刻进网球史册。8岁那年，因为心脏手术需要进行康复运动，彭帅跟随叔叔进入了天津网球队，从此开始了他与网球的缘分。年幼的他不曾预料到，这一决定将带他走向世界网坛。彭帅曾分享，他一度迷失打球方向，去西藏旅行时，在高原的宁静中重拾初心。他说，那里让他感受到生命的广阔，帮助他以更平和的心态回归赛场。这次逃离之旅虽非搞笑，但像个励志小冒险，体现了他独立探索的精神。1999年，他以全国青少年女单冠军的身份成功进入国家队，这为他后来的网球生涯奠定了基础。他的打球风格不仅高效且充满力量，尤其以反拍和截击能力见长，这让他在许多国际比赛中脱颖而出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彭帅与李娜搭档取得了女子双打4强的好成绩，这也是他在国际赛场的重要突破之一。此外，彭帅在2014年与谢淑薇搭档夺得了温网女双冠军，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登顶 WTA 双打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。这一成就更是让他成为了中国体育的骄傲。4年过去，彭帅不是失踪，他只是失语。他的身体还在，但他的声音不在。他的沉默不是个人的选择，而是制度的选择。彭帅的那句“就算是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我也要把真相说出来”，如一道闪电撕裂了长久的沉默，瞬间点燃了全球无数人心中的怒火。赛场上，他是那个拼尽全力、永不放弃的斗士；而在聚光灯之外，他同样以无畏的勇气捍卫了自己最后的尊严。
彭帅曾是中国网球的骄傲，世界网坛的璀璨明星。在权力面前，真相能被压下，但被压下的真相会成为一个跨越国界、永远不会结束的提问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